全球人民机甲化降临，名下有什么车就会变成什么机车人，并且根据车况决定命运。有人变成激情跑车，有人变成霸道越野，而所有动物也全部钢铁化，变成见人就咬的钢铁兽。穷比的我只变成一辆小小的电动车，苟活10年的我躲过无数钢铁兽的攻击，但弱小的开局还是让我死在其他大型卡车的手里。然而现在的我却带着记忆穿越到机甲降临的前一天，于是我立马带着所有积蓄来到买卖重型卡车的地。销售见到我立马迎了上来，我目光紧紧锁在角落里的一辆重卡上，红色车身，4米高，12米长，轮胎前4后8，每个都接近成年人身高，光扫一眼就能带来很强的冲击感。我要买这辆车，哈哈，您真有眼光！这是我们新出的品牌霸龙，8缸发动机，车重10吨，拖30-40吨跟完似的，最高时速110，售价68万，最低首付16万，行就它了。销售听完立马跑去给我办手续，而我则一点不慌，只要过了户，明天我就能变成机车人了，还还个屁的贷款！拿到车后，我立马开到修理厂。师傅帮我焊一把刀，8米长1米宽，单侧打磨开封，今天就要拿出来。老板见状，刚想将我赶出去，我直接3万甩到他脸上，老板瞬间变脸，今天就给你做出来。随后老板就开始忙活起来，一直到晚上10点终于弄好。刀重800斤，样式类似唐横刀，刀身笔直，刀尖斜切。我把刀放车厢后饱腹一顿，随后躺车里睡觉，静静等待着机甲降临。在梦里，我感觉到身体在下沉，堕入无边黑暗，四肢不能动，张口不能言。不知道过去多久，我睁开眼，回应我的是咯吱咯吱的机械声。低头一看，现在的自己已经变成重卡霸王，真正人车合一，我就是车。随后我心念一动，轮子开始往前走，刹车、打车灯，这些只要意念一动就能完成。霸龙发出机械声，先是车头昂起，传动轴转动，车轮收缩，一双巨大机械脚出现，腰身变化，头部变化，手部变化，短短几秒钟，我就从一辆卡车变成一个直立的变形金刚，满身崭新红色，背上背着一柄长刀，这就是力量吗？可怜上一世，我只是个小小的电动车，从未感受到力量，而现在的我热血澎湃。此时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身体堪比5层楼的高度，但行动没有丝毫笨拙。就在我适应身体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呼救声，周围的机车人渐渐苏醒，同时变异的钢铁怪兽也来临。家养的宠物狗个子翻了1倍，全身钢铁化，六亲不认，见人就咬。苍龙帝国10亿人，平均下来每个5口之家有一辆车，也就是说机车人最多2亿，有8亿还是普通人，而动物有多少谁也数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数量是机车人的100倍、1000倍，甚至万倍。此时周围一个个汽车人开始猛冲自己家，和沿途跳出来的钢铁动物战成一团。我回头望去，看到一个2米多高的单手机车人在和一条钢铁狗干架，看样子这家伙是个3轮车，这回3轮车一条腿被狗咬了。火星4溅眼看要凉，于是我立即缩成重卡，油门踩死猛冲过去。那只1米高的钢铁狗被我直接碾压成2半，3轮车吓得头上直冒冷汗。兄弟谢了，这里不安全，你快离开吧。说罢，我再次变身15米高的机器人，随后捡起地上钢铁狗胸腔里的一颗绿色水晶丢嘴里，这是钢铁狗的动力源，代替了原来的心脏，同时也是机车人进化的唯一方法。吃水晶强化自己的身躯，这件事在不久后便会人尽皆知，所以我必须趁现在赶紧提升实力。于是我赶忙朝市中心赶去，因为那里有座动物园，里面很多大型动物。到了离市中心还有一段距离的老街口，突然看到一群2米多高钢铁狼和一帮汽车人站到一起，钢铁狼7、8头，汽车人20多位。于是我立即变身战斗状态，直接朝着狼群奔去。巨大的体型和凶狠的手段，让其他机车人知道了什么才叫暴力美学。3分钟不到，7、8头钢铁狼全部死。我掏出狼的动力水晶吞下，身体暖流淌过，我感觉自己又变强了，皮肤也坚硬许多。10几分钟后，我来到了市中心，一眼望去全是机车人和钢铁兽的残骸，老虎、熊、大象这些猛家伙都在。机车人这边则是一支黄颜色车队，清一色10来米高的重卡，其中还有手臂是钻头的挖掘机，拳头无比大的推土机。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20米高的黄色巨无霸，那是一辆矿山自卸车。在这个城市能有钱买这个车的，我已经猜出是谁，那可是在后世号称陆地战神的黄犬，超级大腿。此时不报何时报？看到他正与一头7、8米长的鳄鱼激战，我立即拔刀冲了上去。兄弟，我来帮你了！随着一阵白色刀光闪过，鳄鱼直接被这一刀劈飞出去4、5米，还没落地，黄泉就看见红色身影鱼跃而上，几拳就打穿鳄鱼的肚子，接着掏出什么东西吃下。发了，这次发了！拳头大的动力水晶让我满意的摸了摸肚子，随后我的车身更亮了几分。这水晶的个头比之前杀的铁狼加起来还要多。黄泉见来人如此凶悍，便说道：“先解决其他钢铁兽，一会再和你聊。”我也加入了战场。然而我并不是真的要战斗，现在动力水晶能升级的事目前只有我知道，而我来之前这伙人就和钢铁兽干上，这会地上躺着7、8具大型动物的尸体，白捡了便宜不要白不要，各位兄弟们谢谢了，等我吸收完就来帮你们。我一边心里念叨着，一边开始抛水晶，在全部服下后，气质再次发生变化，红色的机身更加暗红，之前裸露在外面的小零件全部消失，整体看起来更加简单粗暴。兄弟们，我来了！一个冲刺拳头带起一串空气，爆炸声重重砸在大象身上，几十吨重的大象被这一拳干倒。黄泉看到被干翻的机甲大象，一时间满脸的惊讶，愣着干嘛？上，朝着心脏的位置打。黄泉还没缓过神来，便又火力全开加入战斗。大象身上的拳印越来越多，一道道刀痕把象牙都削断，
黄泉顶着大象胸口暴锤几十拳，眼看就要打穿，我从后方一刀捅穿，随后说道：“你先去帮助其他人，这里交给我。”说罢，我一拳打穿大象心脏，顺手把水晶掏出来，1秒钟不到吞进肚子，又是一笔大进账。接着我二话不说，立马奔向下一处战场。前世机车人知晓动力水晶的作用是下个月后，所以我已经打定主意薅黄泉的羊毛。这场灾变中，基本上什么车决定什么实力。自行车再牛逼，就算进化多次能强到哪去？我的重卡已经算是第一梯队，强者实力，普通车辆强化一辈子，也就是他的起点。但和黄泉比就不够看了。这人太变态，几百吨重的矿山车，一拳下去谁顶得住？绝对是巅峰的巅峰，全球也没几个有他牛逼。后期再强化的话，谁还是他对手？半小时后战斗结束，黄泉喊道：“兄弟们撤！”而我开口说道：“你们先走，我来断后。”黄泉被我感动的稀里哗啦：“好兄弟，你保重，我们在前面等你。”黄泉带着残部离开，而我立马露出了嘴脸。钢铁兽是没了，但是还有好几具尸体没搜过。接着我开始打扫战场。吞下水晶后，身上的纹路愈发的清晰，胸口上仿佛有图案要浮现出来。第二次进化完成，机甲外形愈发的精致了不少，脚后的轮胎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火红钢铁。头部已经有了五官雏形，肌肉隆起，身体有了腰线，力量也增加了不少，但是目前还远远不够。前世要成为真正的机车战士，至少也要进化5次以上，才能在这灾变中勉强生存。趁着有信息差的这段时间，必须加速进化，成为真正的机甲战士。随后我收缩至机车形态，油门踩死，向着黄泉车队追去。这个大腿间羊毛自己可不能轻易放。跟他们会合后，我却发现此时的气氛十分诡异。除了黄泉外，其他重卡都面露难色。从他们聊天中得知，原来黄泉要去救他一个朋友，但是身边的人都不愿意去。刚刚的战斗有多惨烈，他们是有目共睹。黄哥，不是我们不仗义，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实在冒不起风险。黄泉心底一慌，大喊道：“每人再加50万，死了100万，我什么人你们清楚？这笔钱绝对能到你们家人手里。抱歉，黄哥，我们不能陪你冒险了，那些怪物太强悍，我怕。答应给的钱我也不要。虽然我家里不富裕，但现在我有这身本事，搞点钱应该不怕。”这句话让其他黄泉的手下突然茅塞顿开。对啊，现在自己变成机车人了，哪怕搬一天砖也能不少赚。就在黄泉垂头丧气时，我站了出来：“我跟你去。”“真的吗？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黄泉感激地说。而我心底则打起了小算盘。前世黄泉在去青州的时候，获得了一把绝世神器，一把超高温巨剑。正因这把剑，让他在同级无敌，甚至能越级战斗。如果我提前拿到这把神器，那么这一世定将成为传奇。可我们还没走2步，黄泉因为刚才的战斗而感到有些饥饿力竭。这家伙猪脑想过一番后，想到既然变成汽车人了，当然要用汽油充饥，于是二话不说拉上我就来到了加油站，一把抓起98号汽油桶就咕嘟咕嘟喝起来。不对啊，我怎么感觉还是一走路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响？这一幕差点没把我的机油笑出来。我当即表示可能是因为没消化，需要运动一下。正好此刻远处跑来几只钢铁大公鸡，这些钢铁化的动物看见机车人就会眼红的一拥而上。眼看1米长的大公鸡被黄泉像拍苍蝇一样一巴掌拍死，我笑着表示或许吃鸡肉就可以填饱肚子，随后抓起一只铁公鸡就开始撕扯起来。黄泉见状也没办法，冒着被铁公鸡崩掉牙齿的风险啃咬了起来。等吃完整个铁公鸡，黄泉的饥饿瞬间少了一些。就在他准备给我报喜的时候，却看到我只是把铁公鸡的动力源掏了出来，其他的钢铁部位根本没动。下一刻，回过神来的黄泉就对着我破口大骂：“我擦你大爷的！你这个骗子，害我喝汽油不说，还背着我吃掉那么多动力源，怪不得你这家伙长高了。”黄泉早上看我才15米，外形也短，几个大车轮还裸露在外面。这回仔细一看，16米多，颜色鲜艳，身材壮实，汽车的元素在我身上消失大半，整得跟电影里的机甲似的。不用想也知道动力源才是汽车人的粮食。黄泉虽然有些气愤，但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询问我所有钢铁兽都有吗？不只是钢铁兽，就连咱们也有这动力源。水晶就相当于动物的心脏，不但能保护，还能强化身体，并且钢铁兽越强，动力源也越大。说完这些，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老黄，知道了这些秘密，你还要和我同路吗？什么话？你他喵的吃了我这么多水晶不还回来就别想跑。闻言我大笑一声，跑到前面带路。我知道他不怕被坑，怕的是坑的不明不白。我一直无条件帮他，说不定他还有点害怕。路上黄泉问了一些关于进化的事，我知道的都老实交代了，包括5次进化后会浮现大型黑色车子。看着我胸前，车子已经浮现3/5，黄泉顿时嘴角抽抽，眼看灾变的影响正在愈演愈烈。这大中午的天空却是黑云密布，没人知道，除了动物以外，连云层也被钢铁化，没有太阳照射，植物活不了，气温也会一天比一天低，最多1个月，地表温度就会下降到-20度。断电断水，不能取暖，不能种庄稼，食物吃完后，普通人根本活不久。至于这么重的云为何不会掉下来，没人知道。前世曾有人击穿云层，将一批强者送上去，但却是生死未卜。几个小时后，天色明显更黑了许多，黑云挡的是阳光，但太阳并没有消失。白天在强光照射下，城市昏黄一片，勉强能看见周围环境，晚上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就在我们打开远光灯继续赶路，不远处突然冲出一辆小电驴，车上的男人哭喊着向这里逃窜，身后是黑漆漆的由钢铁老鼠组成的洪流。来人正是黄泉的好兄弟杨帆。只见黄泉伸出一只手抓住杨帆，扭头就跑。好家伙，
被这么多老鼠缠上，不用想也知道什么后果。没过多久，我们来到了一个加油站，背后50米，老鼠还在穷追不舍。我一双铁拳往地上锤，地面被砸出大坑后，汽油跟喷泉似的喷出来，空气中全是油腥味。我抽出大刀猛地一扔，满是缺口的大刀在地面摩擦，很快引燃了整个加油站。恐怖的高温瞬间融化了大半的老鼠，我们3人借此才逃离市区。我们从机甲鼠巢脱险后，随即我打开车门，让杨帆上车，直接上了高速。上了车后，我慢速度和黄泉并驾齐驱，一路上聊着天。没多久，天色彻底暗了下来，路边人影渐渐多了起来，全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我们要在这休息吗？黄泉转头问我，这边山多，可能有野兽，往前80千米有服务区，去那里休息。大约走了1个小时，远远就看到服务区有几百人占据在一起，原来是服务区老板坐地起价，所有食物翻了几10倍卖，要是换个普通人早被锤死。但老板是辆面包车，并且身边还有10几个卡车、机车人镇场。就在我刚到加油站，便有个工作人员上前，语气冷冷道：“兄弟，是加油还是住宿？”车却是没牌照的新车。那人顿时动起来歪心思。杨帆开始并不在意，直接将手上的手表取下地上前去。这表价值150万，招待好我们2车人，走的时候记得给我们装1车食物。然而下一秒就见这人把表揣兜里后，一脸无辜地表示这里只收现金。当杨帆想拿回手表时，却被一把推开。不仅如此，此人还朝着杨帆大吼不满。杨帆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人，顿时一脸懵逼。随着工作人员的大喊，一群机车人走了过来，身躯高大，清一色10来米高。服务区的老板一上来更是无耻的大吼：“你们这些人在我刚买的新车上干什么？还不赶快给我下来！”好家伙，这次竟然想连我都要吃干抹净。一辆重卡可比普通卡车值钱多了，被一帮10米高的机车人围着。杨帆咽了咽唾沫，后退几步到我身边：“还是你来帮我搞定。”见这帮人这么无耻，我也没有顾忌，从地上爬起，直接变身机甲。3次进化后，我的身高已经快接近17米。我盯着面包车矮小的身体，面带微笑的抬起脚。突然一声巨响，面包车的头瞬间陷入胸腔，双腿断裂，眨眼间就成了一堆废体。紧接着我目光看向其他的机车人，没有丝毫犹豫的转身就跑。随即我一步跨出7、8米，没几秒就追了上去，一拳挥出，好在最后的瞬间被拦腰折断，还是剩下5名忠心耿耿的机甲汽车人，誓死要为面包车老板报仇，一起冲上来。我一个甩拳飞踢顶膝，1分钟不到全部搞定。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单方面的屠杀。不一会的功夫，这10几个机车人就被我屠戮带走。围观的机车人看得心惊胆战，第一次发现有的人出生就站在罗马，不同的车型差距真的是天差地别。第二天一大早，众人被大地震动的声音吵醒，远处几10辆坦克轰隆隆开来，后面跟着拿枪的大部队官兵，除了几千官兵，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人潮汹涌，一眼看不到头。然而见状，我拉着黄泉扭头就跑。灾变初期并不是机车人的天下，还是以帝国为王。若是和一堆火箭筒、坦克和武装直升机对阵，就问你怕不怕？凡是遇到机车人，帝国做法都是统一收编。什么你想要自由？反坦克、火箭筒了解一下，一发破甲弹爆炸时超过上千度高温，前期的汽车人被打伤一把，基本上就是篮球大小的贯穿。中午我们来到北陵山公园的门口，这里曾经是著名的生态公园，不仅有着各种豺狼虎豹，还有着许多的大型动物。凭借着前世记忆，我知道在公园附近藏着一处研究所，那就是前世黄泉获得超高温巨剑的地方。黄泉早就忍不住想要找钢铁兽进食，直接就冲了上去，抓住一头钢铁兽，用力一撕，瞬间就变成了2半，里面的水晶也掉落了下来。见状，黄泉捡起就往嘴里塞。很快，那种令人发痒的饥饿感渐渐消失。随着我们越靠近北陵山公园，遇到的钢铁兽也越多，狮子、老虎、大象等，走到最后，黄泉都顶不住了，我不得不参战。黄泉没有退让，他的力量虽然大，但速度慢，不如我灵活，跑起来没有优势。此时一处研究所里，穿着白大褂、满头银发的老者，是研究凝聚态领域的科学家。所谓的凝聚态这项技术是帝国重点扶持项目，而这项技术也将会在不久后改变整个人类的格局。前世全靠陈老利用凝聚态技术结合水晶做出武器，让普通人也能有作战能力，这才勉强抵御住钢铁兽攻击。可以说没有他，帝国除了机车人，人类根本活不了。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突然带着7、80人推开大门就跑了出去，可没走几步，惨叫声传来，一群钢铁狼群冲出，瞬间把他们撕碎。王小明见状，赶紧关上防核弹玻璃大门，下意识后退几步。这一片地区在灾变之初就是危险中心，如今方圆几公里无人生还，满大街街都是尸体和汽车人身体碎片。要不是这里有一道防核弹玻璃，他们这些人早死了。就在所有人不忍同事被钢铁兽撕成碎片的时候，一头钢铁狼从天而降，砸在防核弹玻璃大门前，他的身躯扭曲，被拦腰打断，就剩几根铁骨连接。随后又是接连几声爆响。研究所大门口是一小片广场，众人只看到一个巨大火红机甲正在外面作战，群狼前仆后继冲上去撕咬机甲，可却被他一拳锤死。一头打得大地皲裂，到处是大坑，没几分钟满地都是钢铁兽尸体。解决完这群狼，我喘着粗气跑到研究所门前大喊：“里面还有人吗？”有大门打开，一群人跑了出来。我在人群中扫了一眼，淡淡道：“谁是陈老博士？”只见一个老头疑惑地站了出来。我直言道：“时间有限，我长话短说，我有突破凝聚态这项科技的方法。这片区域全钢铁兽，我带着你们无法战斗，不过我可以定期给你们送食物，一直到帝国派人来救你。”
闻言，王小明冷静地说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不是帝国派来的人，这个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肯定是有所求。”我也不隐瞒，当即说道：“我提供突破凝聚态的方法，并且保护你们的安全，但你们要帮我打造一把武器。放心，这把武器你们肯定能做出。前世黄泉路过这里帮助过他们，中途抓了几只钢铁兽给他们研究打了事件。没想到因为水晶陈老突破凝聚态这项研究，还用这项研究中最顶尖技术给他打造一柄长刀。此刀名为炎魔，是一柄能发出超高温度的刀。黄泉的块头算是很大，但放眼全国比他高的机车人不少，能稳压别人一头成为陆地战神。很大原因靠的就是这柄长刀。前世我有幸见过。”黄泉轻松一刀就把成年期的钢铁兽一分为二，因为造价昂贵，材料稀有，这种武器在全世界也不多。为了以后和更大的家伙交锋，我必须拿到这种高端的逆天武器。沉思几秒后，陈老说道：“如果一切真的如你所说，我答应。”闻言，我当即点头，把杨帆留在了这里，并且拿出了我珍藏的几箱泡面。随后转头对战斗中的黄泉喊道：“丢过来一头钢铁兽！”只见黄泉抡起一头钢铁，隔着几十米就丢了过来，我单手接住，当场给捏死。钢铁兽身体里有一种东西叫水晶，我们机车人也有，这是身体一切的动力源，它能帮助你突破凝聚态技术。这次除了食物，我还带了几个烟花，突破技术后点燃烟花，听到身后我会过来，到时候再谈制造武器的事。陈老闻言重重点头，他眼底火热，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研究这头钢铁兽。就连一旁的王小明也是一脸兴奋，本想再要几头过来，一转眼却发现黄泉已经被钢铁猴群淹没。体格大的好处是力量大，于是我交代完事情就冲了上去。我们一路打一路跑，足足跑出10几公里，这帮猴子还真是穷追不舍。不就是掏了他们几个水晶至于吗？黄泉坐在地上喘气，手里拿着一把水晶，差不多20-30颗。就是因为这些水晶才被猴子大军一直追着不放，一把水晶往嘴里丢，黄泉嚼得嘎嘣脆。这时我掏出几枚拳头大小的水晶，说道：“你还有没有点出息？一次进化都没完成的小猴子，水晶里包含能量能有多少？下次格局放大点。不然以后跟我出去我都不好意思说认识。现在我的目标是进化后的钢铁兽，随便一头的能量都比普通的强太多。二话不说，我拉起黄泉，继续我们的狩猎之路，提高进化程度。随后我俩来到北陵公园门口，先入眼的是一头鳄鱼，我一个箭步冲过去，重重打在鳄鱼头部。黄泉上百吨的体重挑起，坐在鳄鱼身上，鳄鱼吃痛，我趁机双手掰住鳄鱼嘴巴，用力一撕，咔嚓声响传来，鳄鱼嘴直接被我撕裂。黄泉趁机从鳄鱼口中拿出水晶。这几天我们俩一共蹲了6-7波钢铁兽，扫了几十头，全是大家伙，水晶能量一个比一个足，不知道是不是体型过大，进化比别人难。吃了这么多水晶，黄泉的进化程度也只是2次，不像我1周前就到第4次，17.5米的身高，只差最后一次就是成年期。突然一声嘶吼传来，前方大楼崩碎，冲出一群鳄鱼，最大的一头20多米长，7-8米高，背上倒刺足有半米长，尾巴是一柄大锤。黄泉迈着大步直接杀了上去，硕大的拳头砸在鳄鱼背上，直接把鳄鱼砸趴下，连带着地上龟裂一片。领头的鳄鱼已经是第4次进化，尾部的大锤竟直接砸在了黄泉的大腿上。被砸翻倒地的黄泉想都没想，迅速翻滚到一边，下一秒原来的位置就被砸出了一个2米半的大坑，要不是闪躲的话，这一下恐怕身体直接要爆炸。我在解决完其他鳄鱼后，就连忙过来帮黄泉，随手抡起路边的电线杆，就朝着鳄鱼一顿猛砸，砰砰的撞击声不绝于耳。最终鳄鱼的腹部被黄泉一拳贯穿。可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开始剧烈晃动，只见远处一道庞大的身影缓缓的浮现，竟然是一只完成6次进化的鳄鱼。我深知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没有一战之力，于是我轻车熟路掏完水晶后便快速离开了这里。很快我们来到一处无人小区，我和黄泉开始清点战利品，这6颗水晶归我，大的这颗给你。黄泉把最后合力击杀的大鳄鱼水晶给了我，随后解释道：“我吃完这6颗应该能到第3次进化。”我也是一口将水晶吞下，水晶入腹，体内的能量瞬间饱和。如果说之前只有钢铁骨，那么现在仿佛多了血与肉，我能清晰感觉到4肢百骸中多了细小管路，水晶能量顺着管路游走，最后回归水晶，不断循环。外形上，我的个子定在了18米。随着我心念一动，右手臂开始咔咔作响，吐出了一节圆形枪头，上面有9个枪。眼见状，黄泉立马跳了起来。你这是咋了？我没说话，而是抬手对着前方的一栋大楼。下一秒，枪筒开始疯狂旋转，金色的子弹瞬间倾巢而出，10几秒钟就把一栋大楼拦腰斩断。一旁的黄泉震惊的合不拢嘴，这不科学啊！你哪来的子弹？而且威力还这么大！我吹了吹冒烟的枪口，重新化作手掌，这是激光弹，由体内水晶能量提供的，往上再进化5次，就是领主级那种级别，连导弹都炸不碎。说着，我伸出手臂化作枪头，你觉得这种武器怎么样？领主级会在此基础上进化出激光炮，一炮之下，一栋大厦拦腰截断。黄泉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与此同时，研究所里的陈老对着发光的水晶突然大喊：“成了凝聚态，技术终于突破！”他高举手中的水晶，对着研究所内的众人大喊：“这不仅是一项技术的突破，更是整个人类的希望！”看到研究所发出烟花信号，当天中午我和黄泉就打了过来，顺便带了一车生活物资进化到成年期。我只是用激光子弹简单横扫，聚集在广场上的钢铁兽群就瞬间倒下。看到我陈老的瞳孔微缩，他知道我已经进化，随后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现在凝聚态技术已经突破，你要我们打造什么样的武器？一柄刀，一柄超高温度的火焰刀。我也不知道研磨具体有什么功能，只能按照前世见过的大概样子描述。这柄刀出自研究中心，想必他们应该有点思路。然而没想到的是，负责这件事的竟然是陈老的徒弟王小明。他从地下室搬来机器，对着我就是一通扫描。周围人见状都是站得远远，这玩意辐射很大，根本不是给人用的。一般人被照到会肝肾衰竭，各种功能坏死。从众人的话语中我听出来，给我做武器的材料是火箭上用的。黄泉抓起一把水晶塞进嘴里，尼玛，这矿车有毒吧？吞下后他的机甲没有任何进化迹象，眼神呆滞。我在不远处看着，发出低沉的笑声。不过我反而很羡慕黄泉能拥有矿山自卸车这种大杀器。只有经历过灾变的才明白一个好出身有多么重要。普通人没有车，等待他们的命运是死亡和饥饿。摩托车、三轮车、面包车，这些机车人虽然不为吃喝拉撒发愁，但战力有限，是机车族最底层的存在者。战场就是炮灰，中等机车人是家用轿车，这类实力不上不下，往上提升的空间很难，只有少部分能脱颖而出，大部分碌碌无为一辈子。重卡、大型挖掘机、越野和推土机是高端力量，只有这个层次的机车人才能在乱世安身立命。研究中心的防核弹玻璃门终于打开了，杨帆和王小明顶着黑眼圈出来，其余人则是躺在地铺上睡大觉。为了这把武器，他们几天几夜没合眼，全都配合王小明打下手。很快，两个人抬出一截刀柄上前，通体黑色，2米半长，一头是圆形，一头是张着大嘴的龙头。这是王小明神秘一笑，你试试就知道，你推一下旁边的开关试试。闻言，我照着王小明的要求，轻轻一推开关，下一秒，体内水晶的能量瞬间被抽走2.5成，顺着手臂灌入到刀柄，狰狞的龙嘴刹那吐出一道巨大光芒，最终定格在8米长，形成红色刀身。炎热的气浪扑面而来，王小明连忙后退几步，说道：“这把刀会吸取主人水晶的能量，经过刀柄内部装置转化后形成炙热刀身。其实不是实体，而是温度和密度很高。光刀上有3个档，第一档1500度高温，第2档5000度，第3档上万度。随着我脚下用力一蹬，瞬间冲到一栋3层小楼前，二话不说，一刀劈下，火红刀光一闪。3层小楼瞬间被拦腰斩断，这才是真正的神器。我低头打量着这把刀，十分满意，唯一缺点就是太费水晶能量，这才一档就抽了我1成能量，砍一刀又用去一小部分，最多砍2分钟就得歇菜。既然输入水晶能量后发出高温，那就叫它研磨吧。我十分淡定的张口就把这柄刀前世名字说了出来。研磨好名字，黄泉在一旁看的眼睛都直了，这刀简直屌爆了，一刀下去谁扛得住？绝对是大杀器。要不是因为材料稀缺，黄泉说什么也要再弄一把刀。此时天上突然传来噪音，抬头一看，一架武装直升飞机盘旋在城市上空，停留几秒后，这架直升机突然撞向一栋高楼，就当众人以为直升机即将击毁人王时，下一秒，直升机变成机甲站在大楼天台，冥冥之中，机甲转过头，隔着几百米看向了研究所队。黄泉见过世面，光瞅了2眼就看出了端倪。不对，这是改装过的武装直升机，并没有武器系统。然而下一刻就见杨帆跳起来挥手：“老二，快来，我在这儿。”说罢，还对着我和黄泉解释：“这是我堂弟杨啊，这架直升机是退役产品，武器系统早卸了。我堂弟在军中是驾驶员找关系才买下来，也就外形是武装直升机，其实和普通民用差不多。”闻言我直呼好家伙，杨傲的速度很快，几秒钟就落到了我们面前。他在和杨帆打完招呼后，就看见一旁被我切断的楼房，不禁眼皮一跳。在经过杨帆的介绍后，我们几人也是熟络起来。其实杨傲我也挺熟的，后世也是个大名女。国内直升飞机很少，武装直升机更少，稀缺程度比黄泉矿山自卸车还稀有。由于灾变导致天空被乌云遮挡，磁场干扰，航班肯定是不能用。长途运输最快的就是直升飞机，不是地面交通，每小时200多公里，速度从南到北也就几个小时的事。杨傲便带着杨帆准备飞往青州市。临走时，杨傲回头对着研究所众人安慰道：“10分钟前，我在来的路上看见京都的直升飞机是来接你的，大家不要着急。”然而杨帆闻言却是一脸失望，他本想带着研究所众人前往青州，在研究所待了几天，他知道凝聚态技术的苦部将来绝对是个不得了的东西，还有王小明这个武器天才设计师。抛开这些不谈，剩下的几十位科学家放哪不是宝？想到这，杨帆捶了一拳仪表盘，要不是杨傲说帝国直升机要人，他今天肯定把陈老和王小明拐跑。等杨帆他们走后，我立马叫上黄泉准备离开。在灾变初期，有很多机缘，我并不想过早被帝国收编。在我们走后没几分钟，一队武装直升机就飞了过来，15架飞机，漆黑的机身两侧都是冰冷的枪口和金灿灿的炮弹。研究人员挥手大声呼喊，差点就没哭出来。飞机上下来一队穿着迷彩服的军人，个个手持机枪，领头的军官戴着黑色墨镜。我是帝国派来接应的，你们快上飞机吧，我带你们回帝都。回头看了一眼研究所，陈老眉头紧皱，那这里的设备怎么办？抱歉，我们带不走，最好的处理方式是销毁。闻言，一众研究人员大惊，绝对不行，这里的设备价值不可估量，太珍贵了，不能销毁。张小明地下室还有防爆密码本，
没人进得去。等将来时机合适，我们还可以再回来。上飞机吧，别耽误时间了。而此时，在公园旁一个小区内，我拉着黄泉停了下来，对着黄泉说道：“等他们走后，咱们把设备偷了，以后找齐材料，直接绑架王小明给咱造武器，其实带走设备，除了以后能用得着我，还有私心，不想研磨这样的武器落入帝国势力手中。帝都现在也混乱，崛起的枭雄可不少，他们还不知道王小明造了研磨，一旦知道，可能回头就来取设备，拿走数据和设备。要不了多久，就是第2把、第3把研磨出世，拿着这种武器杀钢铁兽也就罢了，但要是杀不服从自己的机车人，那就太可怕了。半小时后，确定帝国来的人已经走了，我带着黄泉偷偷摸摸来到研究室，黄泉直接一拳轰出，防核弹玻璃大门应声碎裂。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我们尴尬无比，黄泉忍不住吐槽道：“这门也太特渺小了。”话不多说，我直接拔出研磨，开启一档后，红色刀身浮现，对着研究所的天灵盖就是一刀。很快，研究所就被我俩抛开，露出了里面的结构：上百台电脑和3、4米高的庞大机器，各种晶体管和封箱资料。随后，我便让黄泉开始装物资。10分钟后，地下研究所就连个毛都不剩。离开研究所后，我们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找了个地方把东西全部埋了起来。毕竟夜路不安全，还是先找个地方休息吧。第2天，我们启程离开了深北市，下一站汉东省乃是国内1线城市，常住人口6000万。高速路上，黄泉开口问道：“你之前急着去青州，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原本很重要，现在不重要了。”闻言，黄泉兴奋道：“既然不重要，那咱们先在汉东杀一圈再走，抓紧时间提升实力才是正事，不然等钢铁兽进化后完全不好杀。现在专心提升实力，1天后进入汉东。”我俩没有直奔省会，然而刚踏入这地方就遇到了麻烦，地面围起路障，几十个机车人目光不善，手里面拿着崭新的自动步枪，将我们围在了路边。这些机车人有大有小，面包车、轿车，甚至还有摩托车和踏板车。摩托机车人个子和普通人差不多，身材矮小，力量不大。一个蓝色的9手奥拓向我吼道：“你们叫什么名字？来这干什么？”黄泉瞥了眼枪口，向后退半步：“大哥，别冲动，我叫黄泉，我们兄弟俩是从深北来避难的。”闻言，身材矮小的白色自行车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着我们2人的身份。随后，奥拓大言不惭道：“保护人类，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你们俩被征用了，每天保证吃喝没问题吧？要知道这里的加油站已经被我们占领，外人是喝不到汽油的。”闻言，黄泉人却是一脸黑线：“大哥，你们就不觉得肚子里哗啦啦响吗？废话，谁家油箱不响？还有，我们这里提供钢铁兽尸体，到时候吃的时候记得一整头吃完，不然没效果。”黄泉向我投来了询问的目光，然而下一秒我却点头答应了他。蓝色奥拓冷哼一声：“算你俩识相。”几人放下枪就独自走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后面，反正都要猎杀钢铁兽，就当是帮帮他们。10几分钟后，众人来到街道外围，老远就看见满大街各种的钢铁兽。我们没有贸然上前，而是躲在一栋楼后面。蓝色奥拓说出作战计划，机枪手左右交替射击，层层推进。攻占街口后，第一队上左边高楼，第2队上右边高楼。新来的体型大，一会先上，要是敢跑，后面的人能把你俩扫成筛子。好家伙，行动之前还不忘威胁我俩，嘴上说着没问题，下一刻我就变成了机甲。唐黄泉也是一样，2尊巨无霸站在身后，天色又莫名的黑了一点。拿枪的摩托车手指哆嗦，其余众人更是目瞪鸡呆。只有蓝色奥拓目光放在前方，看着街道上一头4米高的钢铁狗。奥拓振奋道：“这是一场硬仗，大家打起精神来。你们找到他俩没？”后面的人快哭了，拍了拍奥拓肩膀：“大哥，你回头看看。”奥拓回过头，见黑压压一片，不由疑惑：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堵墙？他抬着头顺着墙往上看，只见2张大脸对着他，一红一黄2副机甲，外形堪称艺术品，胸前分别印着车子和大阪标志。黄泉嘎嘎笑着：“江队是吧？咱们啥时候出发？”奥拓咽了口唾沫：“大哥叫我小江就行，有什么事干完这一仗再说。”他心头巨震，这2尊机甲竟高达18米、20米，远超寻常重卡机车人。摩托车和踏板车小队率先冲锋，步枪扫射下，钢铁兽身躯被洞穿，却需几十发子弹才能击杀。黄泉淡淡的说道：“训练有素，有点意思。”我冷眼旁观，枪械本是小体型机车人的专属，汽车人用枪如同握牙签。这支队伍竟透着军人的铁血气质，江城帅汽车人紧随其后，悍不畏死冲锋。观战片刻，我与黄泉跃入街道，黄泉一拳砸向钢铁狗，对方腰脊塌陷，肋骨爆裂，四肢炸碎，硕大身躯轰然跪地，竟打穿下体。排泄物喷涌而出，我骂骂咧咧跳上3层小楼。老黄，你特喵的用这么大力干啥？战场局势突破，机车人伤亡渐增，防线濒临崩溃。就在此时，远处枪声炸响，一头钢铁兽轰然爆头，一辆魔改川崎 H2 机车，而无人驾驶的摩托腾空变向，化作1.8米的绿色机甲，手持大狙稳稳落地。来人正是叶大鹰，却转瞬被上百头钢铁兽围住，抬手手臂化作枪口，激光弹倾泻而出，10秒不到，百头钢铁兽尽数化为碎片，全场死寂。经黄泉科普，众人知晓叶大鹰是父母双亡的差2代，江城市刑警队长，率战友组建基地庇护百姓。叶大鹰吞噬钢铁兽水晶后完成升级，当即抱大腿：“老大，我跟你混，探路、搜情报、收水晶，我啥都干。”
黄泉一巴掌拍过去，小子，你抢我活了！我翻了个白眼，收了。多个人多份力，在叶大鹰指引下，我们来到野味市场。此地钢铁兽竟毫无争斗，井然有序，必有强者镇压。果不其然，一条40米长的钢铁巨蟒凭空出现，巴掌大的鳞片泛着寒光，头顶王字招式统治地位。我抬手就是一梭子激光弹，火花四溅，却未能破灭。黄泉则折，这激光枪也不是无敌啊！远处高楼，叶大鹰崩溃大喊：“快跑啊！”看见我俩不仅不退，反而一拥而上。我拔出研磨刀，黄泉以先对付巨蟒，我来清理小怪，冲向机甲兽群域。研磨刀身燃烧着超高的火力，斩在机甲兽身上，如同切豆腐一样轻松。黄泉朝着巨蟒冲去，一拳下去，40多米长的钢铁巨蟒被这一拳打倒，砸翻一栋楼后，大量的烟尘四起。然而黄泉站在原地，脸上却是一脸凝重。巨蟒从废墟昂起头冲向黄泉，用身体死死缠住，像吃老鼠一样吞掉。黄泉只能用双手死死地抓住巨蟒的上下巴，他最擅长的就是力气，顶着巨口，巨蟒死活咬不下去，一人一兽僵持着。我抽出研磨刀，大喊一声，老黄低头对着巨蟒就是一刀，坚硬的鳞片在研磨的超高温度下瞬间瓦解。下一秒，巨蟒嘴里发出嘶吼，上半身飞了出去。看着还在挣扎的半截身体，我一脚踩着舌头，手中研磨狠狠地往下插，巨蟒的头颅瞬间被刺穿，死死定在了地上。下一秒，叶大鹰麻溜地冲向巨蟒，收集能量水晶打扫战现场。叶大鹰把收集好的水晶交到我手上，随即我先是抓了2把水晶，往肚子里补充今天损失的能量，然后挑出巨蟒那颗扔给黄泉。黄泉嬉皮笑脸地接过水晶吞下，下一秒机身变亮，他的身躯猛然拔高1米，力量再次增大，第4次进化完成。我说到明天再继续回到基地。整个大学被改造成一座堡垒，一进入校园，热恋中的情侣手牵手压马路，老人小孩欢声笑语，半点没有灾变后的荒凉。我和黄泉来到城外小河边，这家伙死皮赖脸的就要跟着我俩，而是留在身边没走几步。突然我感到不对，地面传来细微的震动，前方河面更是泛着密集的波纹，视线尽头一副万兽奔腾的景象。钢铁兽们一路驱赶着几万老百姓和机车人，凡是被追上的瞬间被撕成碎片。这些是其他基地的人，看着这些钢铁兽，而我却是跃跃欲试的样子。先说好了，这次自己杀的水晶算是自己的。说完，我转身带着黄泉向着市区跑去。大学校园内知道有大量钢铁兽要来，所有人都慌了。钢铁兽潮来袭，来不及逃跑的人类瞬间被钢铁洪流吞噬，就连跑得慢的汽车人都会被撕碎。与此同时，我藏在一个破烂写字楼旁，待到耳边传来密集的脚步声时，我一拳砸在身旁的大楼上。本就千疮百孔的高楼被我一拳砸断，倒下的大楼压死一群钢铁兽的同时，也将这条街封死。大量钢铁兽被堵在外面。随后我手臂化作加特林机枪，抬起手中一梭子黄色激光弹，子弹雨点般落下水，把钢铁兽堵在狭窄街道，躲都没法躲。钢铁兽们一片片的倒下，此番被我埋伏的大约有200-300头普通钢铁兽。就在这时，角落里猛冲过来一头野猪钢铁兽，我一拳轰向正前方12米高的野猪钢铁兽，下一秒獠牙被打断，整个头颅爆炸。解决完野猪钢铁兽后，向着躲在角落的叶大鹰喊道：“我去追其他钢铁兽，你跟在后面把水晶全部挖了。”闻言，叶大鹰从墙头跳下，开始挖水晶。看着遍地的钢铁兽尸体，十几分钟后，顺着枪声方向，叶大鹰背着麻袋来到第2处战场。满目疮痍的小区，到处是断裂坍塌的楼房，以及遍地钢铁兽尸体。这处的钢铁兽很多，其中不乏进化4次的大型动物。叶大鹰到的时候，只见我一人坐在废墟上。叶大鹰连忙把麻袋递了过来，转身继续掏地上钢铁兽的水晶。我打开麻袋，抛出水晶，就这么当着叶大鹰的面一把一把吃了起来。我的体力消耗很快，必须快速补充能量。很快几麻袋水晶在黄泉和叶大鹰注视下很快扫荡一空。老黄，要不咱俩练练？闻言，黄泉心中窃喜。行啊，不过先说好，你不能用研磨。我大笑一声，不但不用，我让你一只手。这家伙刚升级到成年期，只见他下身体微弓，脚下用力，整个人如弹簧弹射出去，一记勾拳就打向我的面门。我后退半步，轻松躲开这一拳，随即左手五指握紧，从拳头到臂膀染上一层漆黑无比的颜色，瞬间一拳轰在黄泉的肚子上。刹那间，黄泉的脸色就变了，整个人呈抛物线倒飞出去，重重落在10几米内，打起烟尘。叶大鹰手中的水晶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地上，整个人眼神呆滞。足足3分钟，黄泉才从地上爬起来，眼睛盯着我那漆黑的手臂，瞳孔猛缩。你这是什么拳头？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都要被你打穿了。墨色渐渐褪去，正常，因为我这是第6次进化，第6次开始身体会多一层强化，我称之为武装，不管是力量还是强度都会大大提高，火箭筒都打不穿。待到全身被彻底覆盖的话，就是领主级别。其实我也是在吞了几千颗水晶后，刚刚突破第6次进化。我交代同伴在原地休息，自己去找几只钢铁兽练练手。前世我顶多活到成年期，这第6次进化的力量我必须尽快摸透。我用装甲护住手臂，故意放水让怪物近身撕咬，测试了半个多钟头的防御格挡，我利索地拔出战刀研磨。该送这帮残兵败将上路了。我极其好奇2档的威力，直接把刀推向极限。这玩意儿简直像个大功率水泵，疯狂榨取我体内的能量水晶。刀芒在8米和10米之间疯狂闪烁，周围温度急剧飙升。就在我以为要被彻底吸干时，能量输出终于稳定。刀身还是8米长，但颜色红得快要滴出血。刀身周围2米内的空气
都被恐怖的高温烤得严重扭曲。我盯上正前方一栋20米高的写字楼，双手举起研磨，由上至下狠狠劈出狂暴一刀。刚挥完这刀，我赶紧切回一档停止输出。我体内的能量可经不起这吸血鬼第二次压榨。仅2秒钟后，那栋写字楼中间凭空浮现一条笔直黑线。我伸手轻轻一推，半边大楼轰然坍塌，露出平滑如镜的切面。我自己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档的刀温是1500度，2档竟然直接飙到了5000度，这变态的锋利度绝对能劈开任何顶级装甲。老子现在握着这把刀，连领主级的凶兽都敢直接叫板，越级强杀根本不在话下。虽然我现在6次进化的能量只够劈出这巅峰一刀，但拿来扮猪吃老虎，遇到强敌出其不意，绝对能要了对方面子。就在这时，我扭头看向几百米外的街道，熟人江城正掩护着一帮幸存者拼命逃窜，他们身后死死咬着几十头凶残成性的钢铁兽。这群人刚冲出拐角，就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全傻在原地。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盯着我这台18米高的红色机甲，脑子里死死定格着我一刀劈开整栋大楼的惊艳画面。江城猛地回过神，大喊着让大家别发呆，赶紧逃命。结果他一回头发现，刚才还张牙舞爪的怪物们全怂了。那群钢铁兽绝对认出了我，这尊追着几千同类砍的杀神，吓得掉头就跑，有几头甚至绊倒在地，连滚带爬的逃命。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们知道遇见我只有死路一条。我不过是朝那边瞥了一眼，就把这群畜生吓破了胆。幸存者人群里不断传来狂咽唾沫的声音，有人震惊地问：一个眼神吓跑兽群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江城神色复杂地望着我，向众人感慨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在他眼里，我绝对是个不带正常人玩的外挂玩家，毕竟大家都是同一时间觉醒变成机车人的，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能强得这么离谱，强得一塌糊涂？我和江城一块碰了头。叶大鹰看着江城屁股后面跟着的几千号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早见识过这帮幸存者白眼狼的德行，真没想到江城居然还烂好心，把这些累赘带在身边。江城叹着气说：大家都被兽潮冲散了，能救一个算一个。这帮人里还有孕妇和孩子，他实在硬不下心肠丢下不管。黄泉靠在废墟堆里，眼皮都不抬一下。他懒洋洋地提醒那女：周围的钢铁兽都杀干净了，想活命赶紧自己找吃的去。江城拱手道谢后，立马转头吼着那帮老百姓赶紧去找物资。看着江城如今果断的模样，我心里暗暗点头，他确实成熟了不少。我招呼黄泉和叶大鹰准备撤离，前往下一个刷怪点。江城赶紧叫住叶大鹰，大方地丢过去几盒特制狙击子弹。叶大鹰也不含糊，强行把几块净化水晶塞进江城手里就跑。黄泉看着有意思，也随手扔给江城2颗3次净化水晶。他大笑着说：江城干了他想干却干不成的事儿，以后有机会一定痛饮几桶汽油。狂风卷着城市的硝烟，我们3人的背影在灰暗的天空下越走越远，只留下江城握着水晶，目光复杂地望着我们。前往下一座城市的路上，我开始给队伍立规矩，以后个人行动捞到的水晶全归自己，集体行动打出的战利品按出力大小统一分配。叶大鹰跟着混油水，自然满口答应。黄泉也点头表示没意见。我继续宣布给叶大鹰分配狙击手任务，以后战斗中他得负责吸引火力，勘察地形，掩护撤退，外加打扫战场。叶大鹰一个急刹车，苦着脸抱怨掩护撤退这活是在送死，能逼得我和黄泉都跑路的钢铁兽，他留下来殿后绝对连渣都不剩。我没好气的怼他，要是简单的话我自己就干了，还要他干嘛？叶大鹰咬着牙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艰巨任务。他心里清楚，想在队伍里混下去就得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黄泉在一旁幸灾乐祸，我立马转头把他也安排得明明白白，以后他就是队伍的主要火力输出，遇到硬茬第一个顶上去。黄泉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反问凭什么我实力最强却让他去抗伤？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我的大招不管是研磨还是武装都极其耗费能量，拿去清理小杂鱼纯属浪费，必须留着关键时刻一击毙命，更何况啥事都要我这个高手亲自下场，那也太掉身价了。黄泉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吐槽我就是想扮猪吃老虎。我懒得理他，直接打开音响，把今天是个好日子放到最大声。既然搭伙过日子，我提议给队伍起个响亮霸气的名字。黄泉抬头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大言不惭地说：咱们以后要屠神，干脆就叫约天算了。我和叶大鹰当场无语，这名字实在太招摇了。我果断拍板否，决改成了稍微正常点又足够霸气的战天。叶大鹰赶紧拍手叫好，我顺势宣布了团队职务，我当仁不让出任队长，黄泉是副队长。叶大鹰委屈点当个1分队队长，我嘴上说着绝不搞独裁，欢迎提出不同意见。黄泉瞪着大眼睛暗骂我，把名字和官职全内定，完了还让他们说什么？叶大鹰倒是兴奋的直拍手，表示坚决服从我的领导。黄泉嘲笑他手底下一个兵都没有，瞎激动个什么劲儿？我笑着拍拍叶大鹰的肩膀，承诺以后给他弄一把反坦克巴雷特。身处这个操蛋的末世，单打独斗绝对活不长久。我早就尝黄泉这个未来陆地战神的能力了，把他拉进队伍绝对是我在这个乱世立足的最大王牌。我要亲手打造一支人数虽少却能横扫天下的钢铁机车战队。在这个全民机甲化军阀割据的崩坏时代里，杀出一条血路。弱肉强食的乱世赌局已经开盘，手里没有足够硬的筹码，就只能被庄家吞吃。去青州的路上，我们要路过阳城，那是汉东主力部队的安全基地。2天后的下午，我们3个摸到了阳城10几公里外的汉江大桥，迎面吹来的寒风冻得人骨头疼。叶大鹰站在100米长的大桥上，低头瞅着波光粼粼的江面。这是去阳城最近的路，却诡异的连个鬼影都没有。桥头立着块警告牌，写着小心江中怪物。这2天我们已经把汉东其他地方的成年期钢铁兽杀得差不多了。看到这牌子，我们不但没犯怵，反而来了精神。叶大鹰眼尖瞥见江水里闪过一道巨大的黑影，
我果断下令按老规矩干活。黄泉瞅着大乔直犯嘀咕，怕自己这身板掉下去会沉底。我没好气的骂他在磨蹭，我现在就把他沉江喂鱼。叶大鹰打头阵踏上结了冰的桥面，我和黄泉变成战车形态跟在后面，走到大桥正中间时，四周还是风平浪静。叶大鹰十分上道地假装脚底打滑，摔了个狗吃屎。他背上的带子散开几颗能量水晶，扑通掉进江里。我忍不住乐了，这小子当诱饵倒是越来越熟练了。江面上迅速卷起一个越来越大的恐怖漩涡，黄泉死死盯着水面，提醒我怪物要出水了。平静的江面轰然炸开，水花四溅，一条几十米长、遮天蔽日的黑皮大鱼破水而出。它长着4只爪子，血盆大口里全是密密麻麻的锋利锯齿。那怪物直奔叶大鹰咬去，想把它一口吞了再落入江中。叶大鹰吓得嗷嗷直叫，喊我救命。黄泉瞬间化身机甲，爆发出战神般的威压，他带着毁灭气息的重拳撕裂空气，狠狠砸向大鱼腰间。大鱼的鳞片太滑，这一拳泄了不少力道，只砸落一片火花和鳞甲。大鱼被轰飞10几米，重重砸在桥面上。他察觉到黄泉不好惹，爬起来就想跳江逃跑。这畜生刚跃起7、8米，身在半空还没落水，我手里的研磨战刀已经化作一道红色闪电劈了过去。大鱼察觉到死亡逼近，下意识扭头缩起身子，锋利的刀刃瞬间切断了他大半截尾巴，伤口处的黑色鳞甲被5000度的高温烧得通红。大鱼砸在桥面上，疼得满地打滚，疯狂嘶吼。我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提着火红长刀欺身而上。这畜生知道躲不掉，索性张开能咬碎钢筋混凝土的大嘴朝我脑袋咬来。他大概以为能把我的手臂和脑袋一块嚼成渣，我压根不闪不避，直接抬起左臂的装甲硬抗。大鱼一口狠狠咬在我的左臂上，却连点皮都没磕破。我右手挥动研磨刀，视不减带起一片刺眼的火光，硕大的鱼头瞬间冲天而起，滚落在一旁。整个战斗过程干净利落，连3秒钟都没超过。叶大鹰轻车熟路地跑过去，兴奋地掏出那颗篮球大小的水晶。就在他准备把战利品塞进麻袋时，桥对面传来一声爆喝，5辆重型坦克掩护着15辆红色重卡，气势汹汹地开上桥。这些重卡跟我长得极为相似，只是个头稍微矮点。从他们胸前的标志来看，最低都是2次进化，带头的甚至是4次进化。那个4次进化的队长趾高气扬地说，这是他们蹲守了好几天的猎物。黄泉眯起眼睛，冷冷地反问他想怎么样。对方嚣张地命令我们放下水晶，并宣布我们被羊城部队强行征用。黄泉总算见识到了这帮正规军仗势欺人的土匪做派。那队长一挥手，5辆坦克的黑洞洞炮口直接对准了我们3人。他冷笑着警告我们，如果不照做，下场就是死。我装作认怂，大步走上前，顺势拍起羊城总督的马屁。我满嘴跑火车，说自己早就对总督仰慕已久，正想加入。我回头给黄泉使了个眼色，让叶大鹰把还没捂热的水晶交出去。叶大鹰满脸憋屈地把那颗极品水晶递给对方。重卡队伍里的人看到这么大的水晶，眼睛都看直了。那队长接过水晶，十分满意我这副摇尾乞怜的识趣态度。这时他手下瞥见叶大鹰鼓鼓囊囊的麻袋，于是凑过去进谗言。队长眼睛一转，贪婪地盯着麻袋说，要介绍我们进入羊城最精锐的9优部队，前提是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水晶全部上交，当投名状。我装作非常感兴趣的样子，又往前凑了几步，直接走到他跟前。他还在那儿得意洋洋地吹嘘9优部队的待遇有多丰厚。我慢条斯理地抽出研磨战刀的刀柄，冲他咧嘴一笑。我这人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所以还是不加入了。我瞬间把研磨推到一档，吞吐出火红的刀芒，居高临下朝着那辆4次进化的重卡狠狠劈去。1500度的高温，加上我爆发的恐怖力量，瞬间让那家伙人头落地，双膝跪倒。旁边黄泉更是狂暴无比，一记重拳直接把那辆坚硬如铁的坦克轰成废铁，连带里面躲着的电瓶车、机车人也一块被碾成了肉渣。剩下的重卡队伍这才如梦初醒，反应过来，4辆坦克慌忙调转黑洞洞的炮口，死死对准了我们3人。要是在大桥上，我可能还会忌惮几分，怕桥断了掉进江里喂鱼，但现在这么近的距离，打这帮铁皮罐头简直就跟闹着玩一样。坦克里的机车人面目狰狞地嘶吼着让我去死。我冷笑一声，抬起左手装甲，直接徒手死死堵住了炮口，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炮弹没能打出去，直接在炮管里炸了膛。我反手一挥研磨战刀，连带着把那辆破损的坦克当场劈成2半。另一边，黄泉几发铁拳锤爆了剩余的坦克，紧接着他掏出激光枪，疯狂扫射，干翻了所有站着的机车人。叶大鹰蹲在大桥边，举起特制狙击枪，朝天就是一发，精准地把天上那架侦察无人机打得冒烟坠落。他大喊着赶紧撤退，无人机肯定已经把画面传回去了，马上就有大量援军。我秉承着贼不走空的优良传统，光速掏完这对重卡的水晶才拔腿就跑。叶大鹰留在最后面负责断后兼侦察，我和黄泉并驾齐驱，顺着公路一路狂飙。黄泉这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开始慌了神，骂骂咧咧说上了我的贼船，居然连帝国正规军的坦克都敢砸。平时遇到这种坦克他都得跪下喊爹，现在只怕要被几10万大军围剿。我让他把心放进肚子里，现在整个苍龙帝国乱成了一锅粥。羊城的总督蒋天云不过是个想趁乱当土皇帝的一方军阀，乱世出枭雄，有实力的集团都在搞独立，根本没空来全帝国通缉我们。反正咱们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随时能跑路。别说他蒋天云的杂牌军，就是真帝国大军拦路我也照砍不误。黄泉吓得脸都白了，直呼几10万大军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我们淹死。话音刚落，天上就传来了武装直升机螺旋桨刺耳的轰鸣声。负责断后的叶大鹰加足马力，一阵风似的追上了我们俩。他那每小时400公里的变态移速，衬托的我和黄泉就像2只爬行的乌龟。叶大鹰吓得嘴皮子都在直哆嗦，说咱们这次彻底捅破天了。后面足足跟着10架满载便携式导弹的武装直升机，我一脸鄙视，觉得天上飞的不过是活靶子，
一梭子干下来一个根本不足为虑。叶大鹰欲哭无泪的补充说，地上还有黑压压上百辆10几米高的重卡机车人，后面甚至还跟着扛火箭筒的小型机车部队。黄泉一听这话，脚底下一滑，直接撞碎了路边的防护栏。他崩溃的抱怨说，早知道就不该动手，这下绝对要被轰成骨灰了。我毫不留情的怼回去，就属他刚才杀的最起劲，现在装什么怂包？眼看上高速肯定是死路一条，迟早被这帮机械大军追上。我果断决定改变路线，往不远处的白手山点将台跑。那里地势极其险峻，爬过几百米的陡坡后是一片宽阔的山顶。山顶后面更是绵延几十里的原始大山，最适合我们跑路脱身。就在这时，头顶的武装直升机直接朝我们发起了导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不断，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冒烟的大坑。我们3个只能抱着脑袋，在满天炮火中疯狂乱窜躲避。叶大鹰仗着速度快，一脚油门轰到底，抛下一句我去探路就跑没了影。我气得咬牙切齿，变身机甲形态挥起装甲左手，一记重拳硬刚落下的导弹，剧烈的爆炸冲击波把我震退了几米，无数金属弹片划过车身，火星四溅。我和黄泉趁机迅速端起激光枪，朝着天上的直升机疯狂反击。那帮驾驶员根本没料到我们会反击，当场被我们扫下来4、5架，剩下的直升机就像惊弓之鸟，吓得立刻拉高了距离，再也不敢靠近半步。趁着这宝贵的缓冲时间，我和黄泉拼了老命朝点将台狂奔。没过多久，上百辆重卡组成的钢铁大军就杀到了现场，领头的是一台18米高的蓝色重型机甲。他看着满地坠毁的直升机残骸，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全是废物，狂吼着让手下用导弹和火炮不计代价的轰碎我们的身躯。天上直升机里的正规军人们被骂得脸色铁青，死死捏着操纵杆。他们心里对这个叫蒋延军的带队大队长1万个看不起。这孙子灾变前就是个包土方工程的工地混混，不过是仗着手底下有批重型泥头车，投靠了总督才混上了高位，现在居然跑来对他们这些正规军颐指气使，简直是军人的奇耻大辱。点将台山顶的凉亭里，叶大鹰眼看我和黄泉被追得满地乱窜，他心一横，端起狙击枪一发入魂，直接干爆了一架武装直升机。看着直升机冒着黑烟坠毁，他满手是汗，欲哭无泪的嘟囔，这下彻底没退路了。灾变前他就是个连橘子都没进过的老实人，哪想到今天居然敢跟帝国正规军硬刚。不过这玩命的刺激感确实让人上头。我和黄泉拼了老命跑到点将台，山脚下变身机甲就开始疯狂爬山，身后无数导弹、火箭弹和重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短短几秒钟，这处千年古迹就被炸得千疮百孔，碎石乱飞。眼看一枚导弹拖着白烟直奔黄泉后背而来，我猛地伸出左手，装甲死死攥住了那枚致命的导弹，剧烈的爆炸直接在身后炸开，强悍的冲击波把黄泉掀翻在地。我沉声吼着让他先走，不用管我，只要翻过这座山，咱们就能逃出升天。黄泉咬着牙爬起来，拼命往山顶冲。与此同时，山顶的叶大鹰手里的狙击枪就像死神点，一枪一架武装直升机接连不断的往下掉。在下面带队的蒋延军看着这些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一架架坠毁，气得破口大骂。他深知损失这么多物质，回去绝对要吃不了兜着走。气急败坏的他立刻下令，10几台扛着火箭筒的小型机车人一字排开，所有炮口同时对准山顶，要用火力覆盖，强行抹杀叶大鹰。叶大鹰吓得眼皮狂跳，大喊一声队长保重，直接转身从凉亭后那个上百米高的陡坡一跃而下，跳进了茫茫大山。几乎是同一瞬间，10几发火箭弹齐刷刷轰向山顶，原本篮球场大小的平整山顶顷刻间被夷为平地。正拼命往上爬的黄泉吓出了一身冷汗，庆幸自己没上去挨炸。此时在半山腰的我彻底杀红了眼，手里的研磨战刀化作死神的镰刀，爆发出刺眼的火红刀芒，只要是冲上来的重卡全被我一刀一劈，像切白菜一样轻松劈碎。10几辆重卡瞬间毙命，吓得后面的人肝胆欲裂，死活不敢再往前迈一步。同样是重卡，凭什么我特么能这么变态？蒋延军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研磨，满眼都是贪婪，这绝对是一把神兵利器。他立刻下令火箭筒停止射击，免得弄坏了宝刀，然后指挥剩下的人用人海战术来耗死我。没有了火箭弹的火力压制，我压力骤减，在山顶黄泉激光枪的掩护下，终于喘着粗气爬到了山上。回头望去，从山脚到山腰，遍地都是机车人的残骸。这就是灾变初期热武器配合机甲的恐怖威力。要不是那些烦人的直升机和火箭筒，光凭这上百辆重卡，我俩早把他们杀穿了。蒋延军站在山下100米外，嚣张的喊话，让我们交出武器，留个全尸。我看着身后茂密的原始森林，冷笑着嘲讽，就凭他这点人还拦不住我。只要我往这深山老林里一钻，他们这种大部队根本展不开手脚。蒋延军却阴恻恻地反问我，真以为他磨蹭这么久只是为了消耗我们的体力？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感不妙。只见山脚下的公路上，浩浩荡荡开来了近1000台大型机车人，重卡挖掘机、土方车应有尽有。这全是从羊城几10万大军里精挑细选出来的9优部队。看着这密密麻麻的钢铁洪流，连黄泉都咽了口唾沫。他试图低声下气，提出赔偿水晶化解这场误会。蒋延军看着满山的尸体和残骸，面目狰狞的咆哮：杀了他这么多兄弟，现在想赔几块水晶了事门都没有，今天人和刀他全都要。我知道这老狗损失惨重，急需我这把刀回去将功赎罪。我索性疯狂大笑，直接向他提出一个赌局，大家全都不用枪械火炮，我就站在这单挑他们所有人。黄泉吓得一把死死拽住我的肩膀，骂我疯了，留下来就是送死。蒋延军却生怕我反悔，
迫不及待的一口答应下来。他清楚我们手里有激光枪，如果强攻他们必定死伤惨重，万一把我逼急了毁了那把神刀，他这趟就彻底血本无归了。就在这时，灰头土脸的叶大鹰居然从山坡后面哼哧哼哧的爬了上来。这小子明明已经逃出升天，却鬼使神差的跑回来要跟我们并肩作战。我看着山下那上千台重型机甲，目光灼灼的告诉他们，现在就算躲进山里，也极有可能被这帮狗皮膏药追上。唯一的生路就是在这里疯狂消耗他们的兵力，死死拖到天黑。一旦天黑，我们躲进深山，他们绝不敢开灯追击，否则就会成为钢铁兽的活靶子。我让叶大鹰把那颗大鱼爆出的极品水晶交给我，然后赶紧带着黄泉撤退。黄泉二话不说抓起一把水晶，塞进嘴里强行补充能量。他冲着山下的蒋延军怒吼，既然要玩命，那就再加上他一个。蒋延军像看杀父仇人一样，死死盯着黄泉，咬牙切齿地说，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黄泉和叶大鹰都不同意临阵脱逃，既然如此，那就按老规矩大干一场。我吞下那颗大鱼爆出的水晶，活动了一下筋骨，我冲着山下大喊，老子叫林琴，是专门送你们上路的人。黄泉和叶大鹰也跟着报上了名号。山下的蒋延军黑着脸，根本不屑记我们的名字。他指挥手下以300人为一个梯队，轮番往山上冲杀。我低吼一声，提醒兄弟们准备迎战。10几秒后，第一批机车人就如同疯狗般扑了上来，一台手臂装配着高速旋转钻头的挖掘机直取我的胸口。这种钻头连几吨重的巨石都能瞬间凿穿，我根本不闪不避，直接挥动左臂装甲，一记硬碰硬的重拳砸了过去。那台挖掘机还在那嘲笑我自寻死路，山下的蒋延军却脸色大变，暗叫不好。这帮炮灰根本不知道我左臂装甲的恐怖威力，伴随着骨裂般的巨响，那台挖掘机的钻头连同整条手臂被我瞬间轰碎。我紧接着反手一拳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收拳的瞬间，我顺势掏出他体内的水晶一口吞下，整套连招行云流水连2秒钟都没用到。眼看其他机车人死命围拢过来，我猛地拔出研磨战刀的刀柄，那帮重卡看着我挥舞一个光秃秃的刀柄，差点笑出声来。下一秒，研磨狰狞的龙首猛然喷吐出8米长的猩红刀芒，周围的空气瞬间被极致的高温瞬间点燃。冲在最前面的4台重卡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当场拦腰斩断。叶大鹰这小子神出鬼没，从旁边窜出来，熟练的掏走死尸的水晶。另一边的黄泉也是犹如战神附体，一双铁拳疯狂输出，不到半分钟，7、8辆重卡就被他砸成了废铁烂桶。我们俩一左一右死死守住山顶，硬是没让一个人冲上来。我的研磨战刀每次挥动都会带走几条机甲，地上到处都是身首异处或者被拦腰斩断的残骸。我一口气砍翻了上百个机车人，累得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叶大鹰赶紧抱着一堆刚掏出来的水晶喂到我和黄泉嘴边，看着手下被吓破了胆，连连后退。蒋延军气得当场吐血，他拔出手枪怒吼，谁敢退后半步就当场枪毙。我吞下几把水晶，抬头看了眼天色，提醒黄泉别再硬抗了。再过10几分钟，太阳一落山，我们就钻进大山让，他们连根毛都捞不着。蒋延军显然也看穿了我拖延时间等天黑的算盘，他急得跳脚，亲自抄起一把巨型战斧，带头往山顶发起冲锋。我冲着黄泉大吼一声，两人同时亮出了黑洞洞的激光枪管，我们俩毫不客气地对着半山腰就是一通狂暴的扫射，密集的火力网瞬间撕碎了大片重卡机车人。蒋延军吓得急忙缩着脑袋，连滚带爬的往后躲。他气急败坏地大骂我不讲武德，说好不用枪械的。我冷笑着嘲讽他兵不厌诈，真当老子会傻乎乎地跟他们拼刺刀？激光枪的杀伤力可比肉搏恐怖多了，短短5秒就扫倒了几十号人。蒋延军彻底红了眼，怒吼着哪怕用命填也要冲上这最后几米。这老小子早年是混黑道的，深知打群架最忌讳的就是怯场，只要他这几百号人一拥而上，就算我是天王老子也得被活活锤死。黄泉的枪管不慎被一个不要命的机车人死死抱住，10几号人瞬间饿狼扑食般把他按在地上。眼看黄泉要交代在这里，我一个箭步冲上前，挥刀削飞了几颗脑袋。我感觉到背后恶风不善，连头都没回，直接用左臂装甲向后硬挡。一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响起，我的左臂死死架住了蒋延军劈来的战斧。就这几秒钟的功夫，上百号机车人已经如潮水般涌上山顶，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冷眼扫视了一圈周围的敌人，大吼一声让黄泉准备撤退。蒋延军面目狰狞地咆哮，说杀了他这么多人，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死。我二话不说，直接把研磨战刀推到了极限的2档操作，5000度的高温让刀芒变成了滴血般的暗红色，周围的空气都被恐怖的热浪烧得极度扭曲。我转身猛地扎进密集的重卡敌阵中，用尽全身力气抡圆了胳膊横扫一刀，研磨的刀身加上我的臂展，直接画出一个半径17米的恐怖死亡圆弧。在这个死亡半径内的所有机车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瞬间拦腰斩断。凄厉的哀嚎声在整座山间久久回荡，周围瞬间被清出一大片骇人的真空地带。我果断收刀，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陡峭的山坡。黄泉和叶大鹰紧随其后，跟着我一跃而下，侥幸捡回一条命的九幽残兵被这毁天灭地的一刀吓得魂飞魄散，根本没人敢往前迈出半步追击。蒋延军握着战斧僵在半山腰，看着满地触目惊心的断臂残肢，气得浑身发抖。刚才我刀光变红的瞬间，他凭借多年刀口舔血的直觉，拼命往后闪躲了一段距离。要不是他跑得快，现在躺在地上的碎块里绝对有他一份。一个手下战战兢兢地问他还要不要继续往下追。蒋延军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猛地挥动战斧，直接砍下了那个倒霉蛋的脑袋。他冲着剩下的人怒吼，让他们赶紧打扫战场滚回去。夜幕彻底降临，我们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彻底销声匿迹。蒋延军死死盯着我们消失的方向，将拳头捏得咔咔作响。他咬牙切齿地发誓，这笔血债他蒋延军彻底记下了。我们3个人昼夜不停在山林里狂奔，逃到了几百里外的一座小城，跑了一整夜几百公里，
到了地方瘫在地上，根本不想动弹。我心里直骂娘，为了一颗水晶差点把命搭进去，实在太亏了。要是早知道会惹来十几架武装直升机和上千机车人围剿，我绝对不动手。好在仗着天黑和蒋延军贪图我的研磨战刀，我们才侥幸逃出升天。黄泉也满腹牢骚抱怨自己，好好的富二代现在天天在生死边缘走钢丝，还要变成通缉犯。叶大鹰却像献宝一样，掏出一个塑料袋，兴奋地说：“这票干得绝对值！”袋子里竟然装了50-60颗亮闪闪的净化水晶。这小子趁着我和黄泉在前面拼命，偷偷在战场上挖了一大批高阶货色，全都是2次净化以上的极品，甚至还有好几颗4次净化的。就这小小一包，绝对顶得上平时打几千头普通钢铁兽的收获。算上我和黄泉战斗中吞掉的那些，咱们这波不仅没亏，反而赚翻了。黄泉捂着满是刀枪伤痕的后腰，嚷嚷着自己受了重伤，急需能量补充。我看他那一身弹孔划痕，直接大方地分给他20颗极品水晶。叶大鹰虽然眼馋，但也知道自己输出不够，不好意思多要，我毫不犹豫的也分给他20颗，剩下的10颗留作备用，被我直接吞了。毕竟这小子战斗中冒死给我们送补给功劳绝对不小，我这人做事向来讲究公平，绝不让自家兄弟拼了命还吃亏。分完赃，我们3个实在困得睁不开眼，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倒头就睡，直到第2天我们才缓过劲来，开始在城里溜达。这座小城也有生存者基地，街上能碰到不少搜集物资的机车人小队。可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些铁皮罐头看我们的眼神非常不对劲，那种目光里既带着好奇和恐惧，又夹杂着难以掩饰的贪婪与兴奋。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决定不搭理他们，直接绕道去环城路离开这鬼地方。结果还没走到环城路，麻烦就主动找上门了。身后传来刺耳的引擎轰鸣声，200多个各色机车人直接把我们团团包围。几台摩托车机车人甚至直接端着手枪锁定了我们的脑袋，领头的越野车和一台推土机机甲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毫无顾忌的讨价还价。他们在那为了怎么分赃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硬是敲定了分红比例。我冷眼看着这帮不知死活的蠢货，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越野车仗着人多势众，嚣张的让我们交出在羊城偷的东西还能留个全尸。我们3个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这孙子在放什么狗屁。那个叫老董的推土机直接扔给我一张破旧的悬赏报纸，上面赫然印着蒋天云发布的天价通缉令，说我们3个偷了他的绝世宝刀研磨，悬赏金额高的吓人。我的人头值5000水晶，黄泉值3000，叶大鹰值800，只要找回宝刀，另外再加5000，足足13800颗水晶。这笔巨款足够硬生生堆出一个成年期机车人。黄泉看了报纸，气得破口大骂，只在乎凭什么自己的赏金比我低那么多。叶大鹰吓得冷汗直流，抱怨这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污蔑。我也觉得这招真够阴险的，相比于官方通缉，这种重金悬赏才最致命，才搏动人心。在这个操蛋的末世里，绝对有无数人愿意为了这笔巨款铤而走险。眼前这帮被贪婪冲昏头脑的亡命徒就是最好的证明。越野车冷笑着逼问：“是我们自己把刀交出来，还是他们亲自动手去抢？”周围那几十把破烂手枪立刻拉开保险，齐刷刷对准了我和黄泉的脑袋。黄泉装出一副认怂的模样，懒洋洋地问：“把刀交出去能不能放条生路？”对方狂妄的大笑拒绝，说：“我们3个的脑袋可是价值8800的真金白银，绝不可能放过。”黄泉装作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下一秒他的手臂瞬间化作粗大的激光枪管，毫不犹豫地对着眼前这200多个机车人疯狂扫射。眼看黄泉大开杀戒，这帮最多只进化过1-2次的杂鱼哪能扛得住？一梭子激光扫过去，瞬间就倒下一大片。那几个端着手枪的机车人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就被叶大鹰一枪一个精准爆头。短短5秒钟，200多号人的团队就被打得全线崩溃，抱头鼠窜。领头的推土机和越野车见势不妙，转身就想溜。我一个箭步冲上前，一记势大力沉的鞭腿抽的空气发出爆音，那辆越野机车人的腰部装甲瞬间塌陷，钢铁之躯被我生生踢断成了2截。紧接着我向前2步，一记重拳直接把那台推土机打没了一半身子。至于那些逃跑的电瓶车和摩托车，我根本懒得追，追上了也榨不出几滴油水。叶大鹰轻车熟路的开始摸尸掏水晶，黄泉捡起地上那份报纸，皱着眉头说：“蒋天云手伸得够长的，连报纸都发到这儿来了，难怪今天早上老听见直升机嗡嗡嗡的飞。”我指着报纸角落没好气的提醒他，睁大狗眼看清楚，这是白鸽集团发行的。黄泉嘟囔着这名字听着耳熟，我告诉他这就是灾变前的哪都通快递，人家现在连情报和媒体业务都做起来了，看来是彻底站稳了脚跟。黄泉仔细翻看报纸，发现上面除了我们的天价悬赏令，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势力的招贤令，甚至还有帝国发布的机车人进化科普。他瞪大眼睛惊呼：“这白鸽集团真会做生意，能在报纸上打广告的绝对都是财大气粗的主，就算报纸卖的再便宜，全国几亿机车人只要有1/1000的人买，这就是一笔无法想象的暴利。这种近乎垄断的买卖，绝对能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黄泉忧心忡忡地问：“白鸽集团财力雄厚，直升机满天飞，这悬赏令肯定已经贴满了全帝国，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沉默了半晌，冷笑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么高的悬赏，连我自己看了都心动。现在这局面想靠躲是绝对躲不过去的，除非咱们钻进深山老林里当一辈子野人。”黄泉急得直咂嘴，问我到底有啥对策。我嘴角一扬，轻描淡写的说：“很简单，把发布悬赏的人干掉，悬赏自然就撤了。”叶大鹰吓得咽了口唾沫，
结结巴巴地问我到底想干嘛。我冷冷地说，我这人报仇从不隔夜，蒋天云既然敢下死手弄我，那就得做好被我弄死的准备，咱们直接杀个回马枪。黄泉下的声音都哆嗦了，那可是阳城总督，手握重兵的一方霸主，真要硬刚吗？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一个字干。在这个操蛋的末世，想要站稳脚跟，手段就必须比别人更狠。我现在虽然没势力，但我有随时掀桌子的实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怕他个鸟。叶大鹰弱弱地举起手提议说，像蒋天云这种大军阀肯定富得流油，咱们别把事做绝，直接把他的水晶库洗劫一空就行了，就当刘一线日后好相见。黄泉听得差点吐血，这两个疯子，一个要杀总督，一个要抢金库，这特么还叫刘一线？真要把阳城的家底掏空了，蒋天云绝对会发疯追杀我们到天涯海角。我却眼睛一亮，拍手叫好，杀人放火金腰带，辛辛苦苦打怪哪有直接抢金库来得快？就这么定了。黄泉咳嗽了2声，还想劝我们冷静点，觉得这简直是去送死。我慢悠悠地抛出一句，干完这一票足够让你再进化一次。黄泉一听这话，立马改口爆了句粗口，大喊干他娘的！说干就干，我们3个立刻偷偷摸摸溜出小城。为了避开山林里烦人的蛇虫鼠蚁，我们直接加足马力走大路。赶在天黑前，我们重新回到了点将台的山顶。我眺望着几公里外灯火通明的阳城，在这漆黑的夜里，简直就像个活靶子。黄泉愁眉苦脸地说，蒋天云手底下人太多了，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咱们这活不好干。叶大鹰眼珠子一转，嘿嘿奸笑着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祸水东引。他提议把周围的钢铁兽群全引到阳城去，让他们狗咬狗，咱们趁乱潜入进去，把水晶库搬空。黄泉坚决反对，说阳城好歹有几百万无辜老百姓，真把兽潮引进去，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这招太损了。我摇摇头告诉黄泉，他太小看阳城的防御了。蒋天云手里几10万大军，还有重炮和直升机，普通兽潮根本撼动不了阳城分毫。我直接拍板，就按叶大鹰的计划办，咱们把兽潮引到城外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潜入。第二天夜幕降临，黄泉摸回城南外的山坡，告诉我他已经花重金买通了线人，打探到了水晶就藏在上元路82号仓库。我看了看漆黑如墨的夜空，让大家耐心等待叶大鹰的信号。没过多久，川崎 H2 震耳欲聋的声浪撕裂了黑夜，叶大鹰正疯狂飙车朝阳城狂奔。黄泉看着他身后密密麻麻的钢铁兽群，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夸他干得漂亮。为了勾引这帮畜生，我白天特意去猎杀了200多颗水晶，全交给了叶大鹰当诱饵。叶大鹰一个极其漂亮的甩尾漂移，把摩托车稳稳停在山坡下，他气喘吁吁地跳到我们身边，黄泉笑着拍他肩膀夸他干得漂亮，回头重重有赏。叶大鹰却满脸惊恐地回头望着远方，他声音发颤地说，这根本不是他干的。此时阳城外响彻着震天动地的咆哮声，一眼望不到头的钢铁巨兽正红着眼疯狂冲锋。叶大鹰满脸懵逼地发誓，他只是随手撒了几颗水晶，整个市区的怪物就像疯了一样倾巢而出。看着这源源不断冲向阳城的恐怖兽潮，那些在外落单的机车人吓得屁滚尿流地往城里逃命。我看着这骇人的阵仗，当场就傻眼了，这特么何止几10万，怕是周边几个市的怪全来了。我一把揪住叶大鹰的衣领，问他到底捅了什么天大的篓子。叶大鹰委屈巴巴地打开随身的麻袋，里面满满当当上百颗极品水晶原封未动。他带着哭腔说，准备的诱饵压根连用的机会都没有。我倒吸一口凉气，看来阳城这是倒了血霉，遇上100年不遇的超大规模自然兽潮了。不过这可是天赐良机，我果断下令趁乱摸进城里。此时的阳城正门已经化作一片修罗场，枪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了半边天，无数机车人部队被紧急调往前线死守城门。地面上几百辆坦克疯狂倾泻着炮火，天上的武装直升机连枪管都打个通红。可那群钢铁兽就像嗑了药一样，悍不畏死，踩着同伴堆积如山的尸体疯狂推进，几十米长连导弹都轰不透的变异犀牛，20多米高一拳能砸碎大楼的狂暴黑熊，各种恐怖的巨型变异生物在战场上肆意展现着原始的暴力美学。整个阳城的防线都在节节败退，被迫把外围防区让了出来。我和黄泉立刻变身成重卡形态，趁着防守空虚，从城市的边缘地带悄悄溜了进去。我们此行的目标非常明确，直奔上元路82号的军用仓库，那里原本是物流公司的快递集散中心，灾变后顺理成章的被改造成了战备水晶库。叶大鹰看了看街上亮着的路灯，自告奋勇去掐断这一片的供电，并寻找制高点掩护我们。我叮嘱他千万小心，这里毕竟是军事禁区，平时防守极其森严。不过眼下主力部队都被调去守城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留守巡逻队。我和黄泉在黑暗中犹如鬼魅般穿行，接连抹了几个暗哨的脖子，很快就摸到了仓库附近。仓库门口赫然站着50台全副武装的渣土车机车人，其中一个手下正焦急地问蒋延军，前线吃紧要不要去支援。蒋延军黑着脸破口大骂说，谁他妈想送死谁就去。他得意洋洋地吹嘘说，正因为前线9死1生，他才绞尽脑汁托关系把兄弟们调来守仓库。一个机灵的手下赶紧拍马屁说，蒋爷英明，这是把大家当亲信才给安排的这个美差。蒋延军十分受用的点头教训手下说，干他们这行光有实力没用，必须得有眼力见，啥事都往前冲，10条命也不够填的。他假模假式的左右张望了一下，突然叹了口气，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说，今晚受潮攻城，有内鬼趁乱袭击仓库，损失了整整5000颗水晶。那个手下当场就懵了，脱口而出说，有蒋爷您这尊大神亲自坐镇，哪来的毛贼敢来找死。蒋延军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阴狠，死死地盯着那个没眼力见的手下。下一秒，他一脚踹开仓库大门，手臂瞬间化作粗大的机枪管，对着仓库里负责看守内门的7、8个持枪普通士兵就是一通残暴的扫射。可怜那些士兵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被自己人打成了肉泥。
蒋延军冷冷地指着地上的尸体，问那个手下现在还觉得没毛贼吗？那机车人吓得结结巴巴，刚想求饶，旁边另一个机车人直接挥舞狼牙棒，一棒子敲碎了他的脑袋。那个挥棒子的机车人凑到蒋延军跟前，极其上道地补充说，现场破坏力这么惊人，丢失的水晶起码有8000颗。蒋延军用极其欣赏的目光看着这个机灵鬼，立刻提拔他当了小队长。这孙子命令手下死守大门，自己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准备中饱私囊。躲在暗处的我和黄泉看得目瞪口呆，真没想